大奉打更人终章震撼上演，镇北王狂妄召见，岂料镇国神剑叛离，径直落入许其安之手。许其安隶属他的罪状，一剑怒斩镇北王，神书加上神剑，许其安赢了，护国神将就此陨落，也成就了大结局第一个燃点。镇北王陨落，许其安与郑怀兴携铁证返京，然元景帝对此案漠不关心，反因镇北王之死失态狂奔，状若癫狂。随后元景帝转而对王真文发难，以王妃为其制衡魏渊，更对郑怀兴痛下杀手，将其囚禁酷刑致死。这一幕成为了全剧最揪心之处。真相大白，原来幕后黑手竟是元景帝本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实为真德帝假扮。众人原以为许其安仕途坦荡，即将封爵，殊不知最大阻碍来自这位帝王。而他们的阴谋是利用镇北王屠城38万人的罪行，借大奉百姓之力提升修为，终极目标是追求长生不老。郑怀兴之死激起许其安怒火，他不顾魏渊阻拦，生擒曹国公阙永修，断其双腿，迫其在市井揭露楚州真相，为郑怀兴昭雪。许其安公然与皇室为敌，进军围捕，他面魔惧色。此时打更人三大金罗并肩而立，天地会、杨千奂等势力纷纷站队许其安，正义之火熊熊燃烧。许其安当场斩杀2位国公，贡献了大结局第2个燃点。许其安成为皇帝眼中钉，剧情走向扑朔迷离。魏渊力挺许其安，以贪腐为柄，迫使群臣秉持良心。他更祭出云麓书院圣物亚圣刻刀，迫使皇帝颁发罪己诏。最终魏渊在征讨巫神教的战役中英勇牺牲，悲壮而又鼓舞人心。而许其安却在一切尘埃落定之际神秘失踪，留下无限遐想。这一季的终章既燃情又引人深思。许其安在大奉的奇遇，恍如一帘幽梦，与众多穿越剧异曲同工，皆以梦境作结。或许因剧情初起便似剧本杀布局，梦境成了最巧妙的收尾。许其安在大奉的凭空消逝，留给大奉子民一个无解之谜。此时那位始终笼罩神秘面纱的黑袍人，许其安之父许屏风浮出水面，他悄然消除了许其安在大奉的所有印记，与之相关之人皆忘却了他的存在。20年前，许屏风悄然窃取大奉半壁国运，倾注于许其安之身。最终他现身揭露真相，原来一直觊觎许其安气运的竟是监正，而他之所以抹去痕迹，正是为了保护许其安免受监正摆布。故事看似落幕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许其安的对手皇帝依旧屹立不倒，加之神秘的监正定不会坐视其消失，毕竟大奉国运始终牵动他的心弦。在终极篇章，许其安斩国公后，被许屏风以天机遮罩，致使众人皆不识其面。为探寻许屏风此举深意，许其安潜入黑衣人据点，意外得知震撼真相，大奉国运本就属于他与许屏风。另一边，元景帝因庇护胞弟，遭群臣弹劾，众怒难平，迫其认罪。元景气急攻心，跌倒之际，白光一闪，青丝转瞬成霜。原来当今皇上并非元景，而是其父真德帝，为求长生，竟夺子肉身，朝堂突变，白发昭然。此外，大结局亦提及魏渊，他在与巫神教的激战中施展出惊世骇俗的法术，一抹黄绿交织，巫神教徒溃不成军。然而此术威力过大，魏渊亦随之陨落。导演在大结局巧妙埋下3重伏笔：元景的白发之谜，魏渊的绿光法术，许屏风的气运之谜。谈及元景白发，真相令人啧舌。原来真正的皇帝早已易主，真德帝为求永生，竟鸠占鹊巢，朝堂之上白发骤现，揭开了一场权力与欲望的荒诞剧。情绪波动剧烈，或许正是那隐藏身份的法术暂时失效的幕后推手。提及魏渊，不得不提那场电视剧中的激战，那正是封印巫神的关键时刻。魏渊施展的法术黄光闪耀，彰显其2品武夫的雄浑气机；绿光盈盈，则是如圣刻刀的神秘力量在舞动。至于魏渊施展法术却不幸陨落的真相，乃是刻刀之力使用过度，遭到了反噬的惩罚。再谈许屏风，他敢于对许其安夸下海口，实则并非空穴来风。大奉的气运原本归属于500年前的皇室血脉，武宗篡位后才转至元景帝一脉。许屏风为谋得新监正之位，寻得隐匿的老皇族，成为他们的国师，
并迎娶老皇族公主的芳心，也就是许七安的母亲。如此看来，许屏风与许七安皆为老皇族的血脉相连。在老皇族眼中，新皇族不过是窃国大盗，大凤的气运自然当归属于他们。魏渊讨伐巫神教的英勇事迹，剧中却简略带过，但在原著中，那是一段波澜壮阔、感人至深的传奇。作为智谋之士，魏渊深知此行凶多吉少，却也早已不下后手。魏渊，豫州之子，其父曾任豫州知府。40载前，巫神教肆虐襄、京、豫三州，夜以继日，屠戮百姓，无恶不作。魏渊家人亦难逃厄运，他孤身藏于枯井，以虫蚁喂食，苦熬7日。待他重见天日，眼前唯有废墟与白骨。这一幕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复仇的火焰。然而巫神教势力庞大，魏渊只能隐忍待发，精心筹谋，静待时机。当大劫降临，如圣封印的巫神蠢蠢欲动，中原乃至九州将面临灭顶之灾。为救苍生于水火，也为报家仇国恨，魏渊毅然率军出征，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而这场出征，实则也是元景帝与巫神教的联手布局，意在清除魏渊，为他的长生之路扫清障碍。元景帝不仅断其粮草，还勾结巫神教3大高手，对魏渊实施围攻。尽管有如圣刻刀与亚圣如关的相助，魏渊仍英勇奋战，最终击败强敌。巫神被封印的同时，魏渊也牺牲了自己，仅余一丝灵魂碎片被救回司天监。魏渊令人畏惧之处，非其武力，而是他那千年难遇的统帅之才。他深谋远虑，自知此行凶险，预见自己离世后，佛门、云州及巫神教会蠢蠢欲动，故布下重重后手。其一，血丹之谜。魏渊苦撑大凤朝堂，直至许七安崭露头角，方觉后继有人。目睹许七安日益强大，魏渊终得安心放手一搏。然而未来之路依旧荆棘密布，许七安急需迅速提升实力，方能独当一面。为此，魏渊在征伐巫神教前夕，赠予许七安一枚珍贵血丹。镇北王魏晋2品，竟以楚州38万百姓为祭，炼制血丹，足见血丹对境界提升的关键作用。魏渊捐躯后，许七安一夜之间跃升至4品，根基稳固，毅然服下血丹。在院长赵守的指引下，历经生命进化，成功突破至3品不死之躯。虽无血缘关系，许七安因血丹之缘，名义上已成为魏渊的传承者。其二，凯旋之咒。魏渊出征前，赵守以言出法随之能，留下凯旋2字。此凯旋寓意如圣刻刀与亚圣如关将带回魏渊之魂。司天监宋清人体炼术精湛，为魏渊重塑肉身，注入残魂。然而仅有人魂归位，天地2魂仍失，若无法寻回，魏渊将永陷沉睡。为搜集招魂中所需材料，许七安行走江湖，历经艰辛，更自炼小血丹1枚，助魏渊服下，历经5月，终使其重生。其三，南宫倩柔之计。魏渊出征之际，托付孙玄机与南宫倩柔3计。依首计行事，南宫倩柔率魏渊精心培育的重骑兵，隐匿于废弃军阵，静待时机。魏渊早已备足1年粮草，他们在此默默守候，长达5月之久。期间，在那动荡的岁月里，魏渊英勇捐躯，却又奇迹般重生。与此同时，怀庆帝在众望所归中登基为帝，而云州却掀起了反叛的狂澜。南宫倩柔这位昔日的天机之才，却因孙玄机的决策被遗忘于尘世，无人问津。原本为助怀庆登基而备的第2锦囊，随着怀庆在许七安的鼎力相助下平稳即位，已失去了他的用武之地。至于那第3个锦囊，则暗藏奇谋，指引着一场针对云州的突袭行动。正当许屏风率叛军围困京城之际，云州老巢却兵力空虚。正所谓养精蓄锐，只为今朝。南宫倩柔率领精兵，犹如闪电般突袭，成为战局中的关键力量。魏渊一生致力于天下福祉，然而在他心中始终只有一人，皇后上官熙雪。他珍藏的玉挂件，正是皇后赠予的定情之物。昔日青梅竹马，却因家族利益而被迫分离。上官熙雪被送入皇宫，魏渊则惨遭净身。为了心爱之人，魏渊屡遭元景帝摆布，甚至自废武功。在巫神教之战中英勇牺牲的魏渊，被宋清以神迹重塑男儿之身。待天下太平，
四海升平之时，淮安帝深知母亲与魏渊的深情厚谊，遂成全了这对有情人。于是魏渊毅然辞官，携上官吸血游历四方，共度平凡而幸福的余生。